嗨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一期轻松的聊天内容，想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在遇到我老公之前那一段最奇葩的前男友故事，和我人生中遇到过最扯的分手理由。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吐槽，不然就当做一个下饭的八卦来听听吧。我也会结合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大家稍微聊一聊，我认为什么样的男生千万不能嫁。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，我和这个前男友呢是初中、高中同学，大学毕业之后又重逢，我们在一起了一共3年多，是奔着结婚这个目标去的。说实话，我那个时候是有抱着一种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，最后终成眷属的童话幻想的。我家是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我碰到一个很好的机遇，进了一家外企。而他呢，爸爸是国企里的小领导，他也是顺着这个关系进了同一家公司，进入到体制内。这个背景呢，是对下面要分享的各种事件的一个重要铺垫。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我们分手那天的奇葩情节。当时我先是休假，一个人去哥斯达黎加旅行了2个星期。这个期间呢，我们几乎是完全没有联系的。唯一一次通话是我刚到那儿的时候打给他，他在电话里就言辞闪烁地说：“你好好玩，等你回来了我们再联系。”然后就匆匆挂了电话。我当时有觉得他的态度怪怪的，但也没有多想。等我回国之后呢，连着2个星期他都说太忙不能见面。到了第3周，终于说有空了，就来了我家。我看到他就很高兴嘛，我就拉着他坐下。接着他就情绪非常低落的开口说：“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”这里要划个重点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。我之前就有邀请他到我爸妈家一起吃饭，可是他说那怎么可以？肯定是女生先见男方家长才合规矩。虽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道理，但我也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坚持。话说回来，他说他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那我就说，可是你爸妈从来没有见过我啊，要不要先见一面再说？他说没用的，他们不肯见你，他们不喜欢你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他们都没见过我。他说他们觉得你一直出差，而且你太爱玩，以后家里面就没有人照顾我。我现在想想都很想翻白眼，因为我的工作常常要出差，的确是每周有2-3个晚上不在家，这就意味着不能给他做饭，不能照顾他。而且我是按照欧洲的标准休假，所以我的假期比他多很多。放假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，这就是他爸妈眼中的爱玩。但这还不是最扯的哦，虽然当时我真的是鬼迷心窍，居然还回说，那我可以换工作啊。要知道那个时候我超喜欢那份工作的，而且待遇也特别好，但当时就觉得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，对吧？大不了换工作嘛。结果他说没用的。我就追问为什么，然后我就听到了这辈子我听过最震撼的分手理由，因为你属羊。你们没有听错，就是我生肖属羊这个理由。我当时也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这个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。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个说法，之前呢他就蛮认真的跟我说过一次。他妈妈说，虽然我们2个是同一年出生，但是男生属羊就会一生很富足，但女生属羊命就会很苦，甚至还会克夫。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有属羊的女生，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到？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相信的哦。包括他其实春节里从来不剪头发，因为他妈妈说正月剃头死舅舅。坦白说我是完全不信这些的，但我从来没有去反驳过他，一直都是默默听着，觉得这样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回到分手现场，他就接着和我说他是如何在家里抗争的。他说我在国外的那段时间，他又一次去请求他爸妈见我，因为觉得我们是时候谈婚论嫁了。但他爸妈坚决不同意，说永远不可能见我，而且后来干脆不听，直接关上各自的房门睡觉去了。他说呢，他在他妈妈的卧室前跪了1整个晚上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是真的，也是挺惨的。
然后第二天早上，他爸起来又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把你妈都气生病了。你要是想和那个女的在一起，那个女的就是我，就滚出这个家，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”是不是听上去很像8点档电视剧？然后他跟我说：“我能怎么办？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，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家。”他还说我们在一起的这几年，他爸妈没有停止过给他介绍别的女生，当然肯定没有属羊的啦，但他都坚决不见。最后他说：“你已经25岁了，你也要嫁人了，我不能再耽误你的时间。”我当时内心的 OS 其实是：我怎么就现在一定要嫁人了？我怎么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？我们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，毕竟对方给出了一个我无法破解的死局，我也不能改出生日期说我就不属羊了，是吧？他就起身准备要走，我就紧紧地抱了他一下，算是一种诀别吧。没想到松开手之后，他突然大吼一声，然后蹲在地上开始爆哭，大喊着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让我陪酒我都喝到吐了，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们的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”给大家翻译一下，他们企业里呢，想要晋升就需要陪领导喝酒，还是白酒，虽然他一点都不喜欢。另外就是包括读什么大学，进什么公司，什么时候做到什么层级，人生的路他爸妈早就全都给他安排好了，他只要照走就是。他说为什么这样对我呢？是说他唯一一次想要按自己的意愿和我在一起，但是却不可以。说实话，我当时被他那种突如其来的情绪崩溃是有震惊到的，因为那个哭喊听上去真的很痛苦。所以虽然我现在说他奇葩，但我并不怀疑他对我的真心，也许在他的认知当中，的确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吧。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是表现得非常冷静，没有流眼泪，也没有死缠烂打的挽留。但是就在他关上门离开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冷静还是瞬间崩塌。毕竟是3年的感情，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。我记得接下来的3天，我经历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生理上的心痛感。但是3天之后呢，在我和闺蜜倾诉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成功的从一个当局者迷的角色当中跳脱了出来，切换成了一个旁观者视角。我突然就意识到，不对啊，抛开我们青梅竹马这层美好滤镜，我们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。我居然还曾经考虑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放弃我热爱的工作，当一个全职主妇。回想起来，很想时光穿梭回去，对自己说：“你清醒一点。”意识到这点之后呢，我真的立马从那种痛彻心扉的状态迅速冷静了下来。虽然还是会难过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还好没有跳进火坑的庆幸。所以我想说，女生还是要尽量远离妈宝男。平时他可能会对你很好、很体贴、很迁就，但是一旦涉及到他的家庭、他妈妈的利益，你一定不是他的首选。如何快速识别妈宝男呢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听他会不会把我妈妈怎样怎样常常挂在嘴边。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他妈妈会怎么想。比如我前男友，我和他说我想养小猫小狗，他回我说我妈不喜欢猫狗。我明明是素食主义者，他会说要是你怀孕了，我妈肯定会让你吃肉的。还有一次我和他说，哎呀，我大姨妈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我怀孕了，吓死我了。他居然立刻回了一句，你要是怀孕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带你去见我妈了。我当时听到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还是没有多想。现在回忆起来有点细思极恐，他的反应不是关心说我和我们2个人有没有做好有一个小孩的准备，而是把怀孕这件事情当作搞定他妈妈的捷径。我后来也意识到，我们2个在价值观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异。前面说过，我们2家的背景本来就不同，他和他爸爸都在体制内，所以经常会收到各种消费卡。他妈妈的工作性质呢更加特殊，经常会去澳门赌场消费，带回来各种奢侈品，当然少不了给他儿子买的东西。所以他常常会很自豪地和我说，这个是公司发的，那个是别人送的，这是我妈从澳门带回来的。我记得有一次他很理直气壮地跟我说，我干嘛要自己买那些东西？
反正我想要什么，别人都会送给我。你看我这个手机，就是我妈给我的，我从来不需要自己花钱。而相反，我的理想生活状态是，我想要的东西都有能力自己买给自己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从来不敢真正的违背父母。就像他说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，如果反抗，就可能失去一切。反思一下我自己，在这段关系里，其实也一直在隐藏自己的想法，优先去照顾他的感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是恋爱脑上头，自我欺骗，忽略了那么多明显的 red flag。现在只有庆幸，还好没有嫁给他，否则面对和我价值观不同的家庭和一个唯母命是从的妈宝男，我的生活可能真的会变成地狱。那希望我的这个奇葩经历和吸取的教训，要么给大家提个醒，要么给大家带来一点乐子。觉得这些内容有意思的话，也欢迎帮我留言点赞。之后呢，因为我要回国一段时间，加上最近在忙着各种面试，所以更新频率会有点不规则，希望大家谅解。我还有很多有趣和实用的内容想和大家慢慢分享。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